各位好，我今天跟各位解说一下那个在安装之前主要准备的东西跟安装跟注意事项。首先在安装之前的设备要准备的东西从源头从一边准备到另外一边，来看。 从节流法这边开始，我们设备一边是气体，另外一边就是出口，所以从气体这边讲到另外一边。气体这边就是钢瓶，钢瓶你们知道该怎么叫。然后那个节流法这边有装那个气体，一直接到节流法要准备，气体一直接到设备这边来，这边一条就是这里然后再来就是设备，然后两个管子右进左出，水是右进左出，右边就是装净水，我直接装右进，然后在装的时候一定要准备这个垫片一定要垫片，没有垫片会漏水。 然后这边不需要锁得很死，当手转紧之后，我们用普莱雅那个鲤鱼钳，这个叫鲤鱼钳，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一支，捏紧就好了。捏紧就好，不要硬吹硬吹那个这边会坏掉。锁紧它，锁紧之后，等一下整个装完之后开水，然后看这边要整个检查看有没有滴水这样子，这个要做给客人看。然后出水，你看，出水就是接这个水龙头，附上我们的这种两段式的水龙头。如果客人他自己要求说他想要用习惯他自己的水龙头也可以，但是这个要表明跟他讲说，那个我们这种水龙头就是搭配奶泡效果是最好。我们试过好几种了，3、4种联盟，这种效果最好。如果他要是用他自己的那个水龙头的话，可以，但是要表明说。 这样子奶泡的效果可能会不是很好。再者，那个这种水龙头的水量出来，很多宠物店它会用神水水龙头、莲蓬头那种的话因为它的水压强，但是它的水量少，那这样子的话，奶泡效果也不会很好。所以最好是使用这种莲蓬头，两段式的，它往前推就是花洒，往后就是集中。奶泡的时候就是用集中的在洗狗的时候用碳酸什么可以用，看你想要用集中的还是花洒都可以。这是出水，那个一样，这边也是要用个垫片，一定要用垫片。好，一样锁紧，先用那个手转手转进去之后，手转到转不进去。 这个再转个一点点这样子就可以了，不要硬吹。刚刚有讲这个进水这边的另外一边就是这里。刚讲进水的另外一头没有讲，就是直接客人的这个水龙头直接拆掉，把它原本的那个水龙头，原本它这边是一个水龙头，那个水管把它拆掉之后装我们的进水，进水进去就这一条出水就是接它原本的这个水龙头，就这样子。 水管的接法就这样子，然后那个气体刚刚有讲到这个插的方式这个叫做下面这个接头叫做快速接头，这个叫快速接头，不要不要硬拉再插拔。它为什么叫快速接头呢？因为在拔的时候，注意看一下这边来个特写，在拔的时候这里轻轻的往内推一下。 然后这样子拉就出来了，硬拉一定会坏掉。插进去的时候会有感觉，自己手捧会有感觉，咔嚓一个感觉。这样子插进去的时候会有咔嚓一个感觉，然后自己试拉一下，拉不出来 ，OK， 这样就对了。另外一边的奶泡，各位会拿到一家轮筒的盖子的特制盖子，那是我们自己做的，各位会拿到。那个盖子因为这边没有用简易式的，那个盖那个稀释水要怎么？ 里面就是稀释水，奶泡它是属于稀释水，它这个浓度怎么调呢？我们没有办法
去跟店家说怎么做，但是我们只能建议他，因为每个人的美容师的习惯不一样，好，但是以大部分的话，大概概念是怎么样？比如说一只小型狗的话，按一下洗剂，水加到8分满的话，那个就可以洗一只狗。当然有些会更省洗，就是半桶就是洗那个一只狗了。然后一开始我们先给一个盖子，如果店家觉得这个用的习惯的话，我们再会就是多提供给店家使用。怎么使用？比如说他第1季就他习惯有2个牌子，啊第2季有3、4个牌子，我们每一个桶子都接上那种盖子，他在洗的时候只要这样拔起来插上去就好了。哎呀，用习惯的店家他会跟我们要比较多的。然后我们先假设说这边接好了，对不对？就是直接接在那个1加仑桶子上。来，我们看奶泡，奶泡它就是说，就是开水之后，然后开你这个开关，它就会抽。来看这边有没有？它就会变成这种效果，奶泡效果。来看这个水哦，镜头不要动，看这个水，我把这个关掉之后，奶泡关掉。看得出差别吗？很明显，现在就变成一般的自来水，然后会打开，有没有？这样了解吗？这个就是奶泡，看干净。然后碳酸呢？碳酸的操作怎么操作？这边有个重点，这边有个重点。使用碳酸泉的话，开水开设备，用完的时候关设备关水。强烈建议店家这么使用。建议店家这么使用，是因为当气体用完的时候，它会有个现象，就是倒抽。如果我们店家没有习惯开水开设备、关设备关水的话，没有照这种顺序的话，到气体没有的时候，它倒抽会怎样？水会倒抽到钢瓶里面，到钢瓶里面其实对我们没影响，对气体行会有影响，啊，气体行可能会念我们这样子啊，而且那个它钢瓶里面可能会生锈，然后操作是可以看，开水，然后开设备，另外这个开关就是碳酸设备，然后开下去之后啊，来这边。哎，你看这边碳酸还没出来，因为这个珠珠没有浮起来，我们把它调到不要大，这个珠珠不要超过5，正常在4分，几乎到达饱和。现在出来的水就是碳酸水，然后我们就会用那个 pH 计调给客人看，说看现在这边的水。的酸碱值是多少？来，你们看，4.5有没有？4.4更低。其实这个条我们把它控制在5.5到4.5之间就好了。像这个4就有点过低。来，你看哦，我这里不要动，镜头拉远，我把设备关起来。关起来之后，来再看这边。拉高了，会拉到多少不一定，就是中性就对了。因为这边的水塔，看它的水原本是多少。哦，你看这边大概它这样拉，慢慢拉会大概拉到6，有些会7，哦，中性的嘛，有些会到7，它会慢慢拉，就可以看出它这个效果。看这里，这是给客人看说出来就是变成碳酸水，就是变成碳酸水，然后它的 pH 值的那个值大概会在哪里？然后现在我们刚看，这样子比较低，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在用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珠珠再往下调一点点，好，大概可能到3或4这样子。最主要是不要超过5，到5的话，就有点过饱和。过饱和会怎么样呢？如果开太大，要跟客人讲，可以示范给客人看。如果气体开太大会怎样？我试一试给你看哦。正常是刚刚这样子，感觉水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这样出来。如果气体开太大，会这样子。我现在开碳酸的，现在是碳酸，
开很大的话，水会变这样子，啵啵啵啵啵啵啵，有没有？这个是开太大了。好，正常这样子，有没有？好，关设备，然后这个顺序关设备，关水。因为为什么要特意讲这个？因为美容师大部分在洗完的时候，洗完之后就直接把它关水了。会有这个现象，关水然后去关设备，这样子不仅会消耗浪费了一点点气体，而且会被钢瓶气体使用完的时候会有倒抽现象。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没有改这个设备就不能用，当然不是，也是可以用，只是一个习惯，只是好像算是请他们配合啦，不然那个钢瓶的厂商会跟我们 argue， 有时候可能还会收那个钢瓶处理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整个安装，整个应该准备的东西跟安装跟注意事项，然后整个用完之后替客人把这个管线，有些管线拉的比较长的，就用束带，准备束带，爱来 Q 的，那个不要比较杂乱，然后这个钢瓶，这个总开关，这里来看一下。这个有开就好，你看我现在全关，全关为什么还不会掉下去？不会掉下去是因为，但表示说这里装的非常的好。如果我这边关起来之后你能看见它这样子慢慢的掉，表示某一处在漏气，只要不要掉的太快都 OK， 它会掉是正常，完全不掉是最好它这样几乎是完全不掉，这是最好。你看我把这边拔掉之后。它就掉了，这表示这管路整个没有压力了，我再把它接上，这里也是快速接头，然后这个总开关开一点点就好，你开10圈跟开半圈是一样意思的，你看我这一开，它拉起来，这样就好了。这个珠珠是一个指标，除了浓度调整浓度以外，也是一个指标，比如说。哪一天你忽然间没有人在用，但是这个珠珠它在慢慢的在浮一点点，在那浮，表示有漏气，要检查一下整个管路是哪里有在漏气。这个珠珠只要一有浮起来，就是有在使用的状态，没有浮这样子，像这样子是最完美的，最 OK 的。然后怎么样才叫使用完呢？当这个指标掉到0这边的时候，还不是代表我使用完哦，是这个。已经掉到0，但是你整个开设备整个流程打开的时候，珠珠还浮得起来，那就都可以用。只要它连珠珠都浮不起来，那表示是真的完全没有了。OK， 叫气体，今天叫明天到，这样子。然后新的钢瓶来的时候就会大概是像这样子，这个几乎是新钢瓶的那个包。钢瓶送来的时候新钢瓶第一次开的时候就大概是这样子。并不是说要到最后面这边才算是真的是满贯了，不是这样子才是这个是一个法规啊也是一个那个安全的表示说这个表是完全对于这个压力是容忍度是很高的，它完全是可以承受它的只到这边而已，不到一半所以这样子测试，当整个安装完之后，最好也是可以用那个泡沫测试，就像我们用那个瓦斯在漏气，整个那个设备打开，整个让它运作的时候，去测试看，是不是有哪里漏？我是都会做这个动作，因为你没有做这个动作，如果真的有小漏的话，你离开这家店，人家漏的话，你还要再回去一趟，所以在第一趟安装的时候整个把它检查比较完整，包含说设备这边，我刚刚有讲，设备这边你装好之后的这个点跟这个点，开水的时候看会不会滴。有滴表示漏，重新打开锁，有可能锁太紧也会这个不要锁太紧，锁转紧之后，工具再转个大概半圈或者1圈就够了。然后这里试拉看看，轻轻的试拉，整个在安装完的整个检查，包含说整理线路以及那个测试看有没有哪里漏，还有包含这里会不会漏。我这里开水的时候。像这里开水的时候，有些这边开水这里没接好，这里也会漏，这里会滴水，可是这里没接好。凡是我们有动过热，
我们有动过的关节的地方都检查，也不多啦，就钢瓶、水龙头跟设备这几个地方，气体跟水液体这几个地方有衔接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漏气。这整个安装过程如果那个熟练的话，整个安装过程大概15分钟左右就会结束，快一点的话10分钟，但是也不要太快了，客人会觉得说，怎么那么快就好了？因为你要检查一下嘛，刚刚有讲到少讲了一点奶泡奶泡怎么使用呢？看这边有讲嘛，这边是碳酸泉，这边是奶泡浴，两个可以互相使用。我气体接在哪一个就是碳酸泉的开关，可以交互使用。如果像现在这个固定装这个就碳酸，这个就奶泡。气泡怎么用呢？气泡就是把奶泡这个给拔掉，直接抽气体进去。抽气体进去是为了提高水中含氧量。它莲蓬头出来之后的水，它会有带微负离子。我们不能讲负离子，因为你要到达负离子的话，必须浓度要到达一定的程度，所以我们是讲微负离子。我自己在讲也很少在讲那个微负离子，我都是讲气泡浴，那提高水中含氧量。它的作用我们可以明白、很直接跟客人讲说，这个的表演程度真的会占比较多一点，因为有些美容店它的洗澡地方是在外面的话，它带水出来那种效果，感觉就是视觉效果会很好。当然也是对狗是有帮助的，只是说我们很清楚的讲，我没有在骗你。这个的那个气泡浴对狗的比较没那么显著，不像碳酸泉这样子，不像奶泡水出来哇整个白色的哇油啊这样子，气泡出来的时候可以听声音，声音不一样，气泡试试看。对狗比较没那么显，所以说它的表演性质可能比较多一点。要看我们这个店家，你所安装这个店家，它的洗澡地方是在外面，客人会看得到的，还是在像这个是里面？在里面的话，可能这个气泡的功能就比较不会用得到。虽然我们是3合1，但是要知道它是碳酸泉机所以这一点要知道，这是碳酸泉机，不是说少一种功能我计较跟它少1/3当然不是啊。你这是碳酸泉，奶泡跟气泡都是附加的，不像外面，这个可以跟客人讲，像外面奶泡机你一台，你要单独买一台，气泡机你要单独买一台，也就是外面的SPA机，碳酸泉你要买一台，我们这是3合1起来的。但是我们主推这一台它就是碳酸泉机，你奶泡用不习惯没关系，气泡又用不到没关系，它就是一台碳酸泉机啊。你不管是你用1种功能还是3种功能，价格都是一样的。我们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在这么多年来几乎是不二价，因为调整价格，因为我们市面它已经是最低价、最亲民的了，不需要动不动就要调整价格，这样子在市场上会乱掉。这一点请大家要注意。然后功能那个零件安装注意事项大概是这样子。好，以上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联系我，你们都有我的 line。OK。